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梦里面被人追杀，但是怎么也跑不起来，眼看着就快要被追上的时候，突然在绝望中惊醒了过来。长舒了一口气，还好刚才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在梦里面总是跑不起来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这个问题如果咱们真要去深挖的话，就会发现大脑是多么的神奇，而且还可以更进一步得出一个细思极恐的联想：我们的大脑究竟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虽然平时呢我不太爱讲奇闻怪事之类的故事，但今天这个实在是太诡异了，所以就分享给大家了。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叫做梦游杀人事件，发生在1987年夏天的加拿大。23岁的派克斯住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份稳定的电子业工作。电子业在上世纪90年代也算是一个新兴行业了，所以提供的薪水自然应该也是不菲的。于是结婚2年的派克斯呢，不仅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可爱女儿，并且同岳父母之间的关系呢也是相当融洽，尤其是岳母简直把他爱得不要不要的，感觉比亲儿子还要亲。他也把这2位呢完全就当成了自己的父母来对待。总之就是一个典型的模范家庭，可以被社区发锦旗的那种哦。但是美中也有不足派克斯私底下呢也有个小爱好，那就是赌马了。而且这个爱好在跟了他很多年以后，已经变成了一种很难戒掉的瘾了。他3天2头就会往赛马场里面跑，而且总是喜欢把重本投注在一些冷门的马上，因为一旦那些马跑赢呢，他就可以赢得更多嘛。也许他以前这样干呢，让自己捞了不少好处，但是在1987年的夏天好运却戛然而止了。他已经连续输了很多天了，损失的钱已经多到了让妻子都有点开始觉察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了。为了稳住自己在家庭中的好丈夫、好女婿的形象呢，他决定把手伸向公司，盗用公款来掩盖亏损。于是上班对他而言就成了一个噩梦，他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抹掉自己贪污的证据，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他盗用公款的罪行呢，终究还是曝光了。公司于是将他开除，并把他告上了法院。走到这一步，反而让派克斯更是难以面对妻子了。他继续在家里面保持沉默，哪怕是最后到了自己家的房子都要面临被拍卖的时候，他依然还是在硬扛着。但是巨大的压力也让他经常彻夜难眠，即使偶尔好不容易睡着呢，也会在半夜时突然惊醒，简直就是痛不欲生嘛。于是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纠结和挣扎之后，他终于决定要跟家人坦白了，把这一切呢都开诚布公的说出来，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然后再认真的讨论解决方案。可以想象派克斯在做出这个决定时需要鼓足多大的勇气。所以就在召开家庭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再一次失眠了。第2天，疲惫不堪的派克斯不得不告诉妻子，原定的家庭会议必须要再往后挪1天才行。妻子呢也没有说什么，点头就同意了。当天晚上，5月23日星期六凌晨的1点半呢，派克斯终于在沙发上沉沉的睡过去了。之后的记忆呢就陷入了一片空白，直到他再次睁开眼睛时，竟然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惊恐到已经扭曲了的岳母的脸庞。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马上清醒过来，但是依然靠着本能呢冲出屋子，爬上了自己的汽车。就在他伸手要去抓方向盘的时候呢，才发现自己的手里面正握着一把滴血的刀。他一下子仿佛明白了一切，于是扔下刀，直接把车开到了警察局。他告诉值班的警官我想我是杀人了。事实上他的确是杀人了。经过调查人员的调查呢，他们还原了当天晚上派克斯所做的事情他先是从沙发上爬起来，穿上鞋子和外套，走到门外，坐上自己的汽车，开了23公里，途中在多达3处红绿灯前停下来，接着进入到岳父母的家，和岳父扭打在一起，并勒住了其脖子，然后呢用刀捅死了他的岳母，最后睁开眼睛清醒了过来。在多次的询问之后呢，派克斯始终都给出了一个十分一致的描述。从他睡着到看到岳母的脸，中间这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他完全就没有任何记忆了。所以，他会是在说谎吗？警方当然有理由这样怀疑于是他们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各种专家组，采集证据，寻找线索，摸底排查。但是一番折腾之后呢，仍然毫无头绪。派克斯没有身体疾病，没有滥用药物，没有杀人预谋，没有犯罪动机，甚至也没有在说谎。那么究竟哪一块拼图缺失了呢？
最后啊，一位神经科医生伸出了援手，他指出啊，派克斯的情况呢，可能跟睡眠障碍有关，因为他发现啊，派克斯的家族里面呢，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睡眠断断续续和梦游的病史。实际上，派克斯自己的梦游经历呢，就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他也曾经被几个兄弟撞见过，差一点就在熟睡中爬出窗户的状况。好不容易呢，几个人经过合力才把他拽回了床上。另外，像是尿床、夜惊、说梦话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更是常有发生。于是，神经科医生呢建议再对他进行一次睡眠方面的全面评估，看看在这里面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果然，在用上了一系列可以监测睡眠时我们的脑波、眼动、心率、呼吸及肌肉运动方面的仪器之后呢，医生们惊喜地发现派克斯的慢波睡眠周期异乎寻常的高，而高比率的慢波睡眠期恰恰是慢性梦游者的典型表现。所以派克斯实际上是在梦游当中把岳父母给杀死了。法院因此判他无罪释放，理由是梦游阶段属于无意识阶段，做出的行为呢也是无意识行为，他并非出自自愿，所以也就不必负责了。看到这儿，你有没有十分惊讶，同时也有点无法接受呢？我是有一点啊。但是我更好奇的是这背后的2个细节，一个是，什么是慢波睡眠？为什么它的比例一高就容易产生梦游呢？第二个是，既然梦游的时候我们是处在无意识的状态，那怎么可能做出那些十分复杂的行为呢？比如此案中的派克斯，他居然在梦里面把车开出了23公里，还能在看到红灯时停下，绿灯亮起后又起步。这些都是需要身体之间高度协调的动作啊，在没有意识的介入下，他们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好，那就让我们继续往里面挖呗。但是此处可以先暂停，来一波点赞、关注和转发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以后会增加这类故事的比例。好，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慢波睡眠吧。它其实是我们睡眠当中不同阶段的其中一个。我们的睡眠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叫做虚晃一枪。此时我们刚刚睡着，很容易就被一点点的动静给吵醒了，而且在醒过来之后呢，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已经睡着了。非常的像我们看书时的状态。第2个阶段如果你已经顺利的度过了第1个阶段的话，那么你的肌肉就开始放松下来了。但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不乖，突然自发的就收缩一下，让你有一种坠下悬崖的感觉。有过这种感觉的朋友呢，请在弹幕里面扣个1来看看啊。与此同时，你的心率也开始减慢了，体温也随着身体准备进入到深度睡眠而下降了。所以这个阶段咱们可以叫它万事俱备吧。接下来就到了第3个阶段，它正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慢波睡眠阶段了，是整个睡眠周期当中睡得最深沉的一段时期，也是夜惊、尿床、梦游等我们最讨厌的东西最常出现的阶段了。为什么呢？我们先把第4个阶段讲完，然后再回过头来，你自然就能明白了。第4个阶段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个名词我们应该不会陌生啊，在很多场合里面呢，都可能会看到过它。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体会到最为栩栩如生的梦境啦。比如说我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精彩刺激的追杀场面，至于你是追还是被追呢，我就不太清楚了。但他们共同之处都是，不管梦境有多奇幻，敌人有多超现实，你能够飞得有多高，就是迈不开腿。原因嘛，其实也很简单啊，在快速眼动阶段，我们的肌肉会呈现出完全麻痹的状态，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在现实当中做出跟梦里面一样的那些行为，那些可能会非常出格的行为。也就是说，其实在现实当中，这个阶段的身体是不受大脑控制的，脑袋里面想着哇，怪兽都要快来抓到我了，快跑啊！但是大腿呢，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梦里面很着急，但现实中，这样才对嘛，否则呢，真的跑起来了，一不小心跑到窗户外面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做梦时关闭大脑同肌肉之间的连接其实是进化留给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真的是妙到不行啊！但反过来，回到第3个阶段，我们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做梦哦。不过此时的肌肉麻痹呢，还没有被开启，所以说一件小时候你也可能会遇到过的糗事吧。
就是梦里面尿急，好不容易慌慌忙忙的把厕所给找到，正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突然怎么感觉一股热流就在腿上散开了呢？一下子惊醒，发现不好，尿床了。这个就是做梦的时候大脑还可以控制肌肉的后果了。但所幸的是正常情况下这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短，还来不及让我们去做点什么呢，就已经结束，切换到了肌肉处于麻痹的快速眼动期了。那么不正常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过长嘛，长到真的可以去实际干点什么了，比如派克斯。所以当天晚上在精神极度脆弱的情况下，派克斯呢做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梦，在梦里面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可以让他避开这种面对众人吐露实情的场合了，那就是要是岳父岳母在开家庭会议前就死掉了，该有多好那他们会怎么死呢？梦里面自然是没有极限的，怎么样都是有可能的，甚至自己拿把刀亲手把他们解决了也是可以的。如果换在现实里面，派克斯的理智呢是不可能让他这么做的。而如果换在第4个阶段的梦境里面，麻痹的肌肉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做。但坏就坏在这个梦呢是发生在睡眠的第3阶段，依然可以控制身体的大脑竟然真的去把梦境给实现了，是不是细思极恐啊？但我们话又说回来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既然这个时候我们的意识在沉睡，无意识又是怎么做到自己去开车、自己去杀人的呢？很巧这里恰好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简短的讲给大家听。在某一个十字路口，突然之间2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面，就毫无理由的发生了数十起汽车相撞的事故，而且每一起车祸发生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左转车辆同对向车道直行而来的车呢撞到了一起。是这里没有红绿灯吗？不是这里始终都有红绿灯，但是最近红绿灯的信号却发生了一些微调。原本这儿只有2个灯，左转和直行，2个都是必须等到绿灯亮起后才能通行。但是由于左转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交通工程师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来缓解这种现象。他们多设置了一盏绿灯，也可以允许驾驶人在看到此绿灯后左转，但前提是必须要等到对向车道没有来车的时候呢才能左转的。也就是说此时有2盏可以左转的灯了。当原来的绿色箭头亮起来时，可以立即左转；而当新的左转绿灯亮起时，可以在确定安全后左转，其他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显然驾驶人已经太习惯只有绿色箭头的情况了，他们一看到信号灯发生改变呢，就本能的马上左转了，完全不顾及对向车道上的情况。长期在这种路上驾驶所养成的习惯呢，把他们推向了危险的边缘。所以看起来开车这件事儿，在初学者眼里面虽然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需要手眼脚完美协调才能够达成的过程，其实在老司机那儿呢，已经可以全凭习惯完成了。所以习惯就是可能你已经做了，但是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做了的事情。它不就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吗？你再想想有多少次，当你已经开车来到办公室后，完全就想不起来刚才在路上自己是怎么开过来的。因为你心里面那会儿可能正在想着别的事情呢。整套开车的动作呢，似乎都是肌肉自动来完成的。这就说明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既有一套意识操作系统，又有一套无意识操作系统，而且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切换的。而这里面最恐怖的一点，就是在它们切换的时候，我们自己甚至也是毫不知情的。好了。不管你现在是出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呢，都请把关注的按钮点亮吧。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